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，3年前就已经翻篇了。政府每年收了将近10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啊，现在是逐年下降，今年直接就腰斩了。中共能不急吗？现在即将推出来的所谓房东税，那不只是个前菜吗？真正的大菜啊，每年2万亿的税源，所有的老百姓啊，你都得承担，无论你有房还是没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3号。现在国内啊，包括海外媒体都在热议一个事儿，国内要推所谓的房东税。我看很多人都在聊这个事儿，我感觉呢，应该聊得更深一点。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一个前菜。我先交代一下背景，中国为什么现在算是羞答答的承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，正是由新增市场转向了存量，现在一鱼三吃啊，开始吃第3段了。在这儿我给你公布一组数据，绝对惊掉你下巴。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，吃相都不顾了？大家知道啊，各地啊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，土地财政啊，有的地方能占到了1半，政府收税呀，那只能是其中之一了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种好日子啊，它是有始有终的。我给你公布一组数据呢，是最高2021年，中国啊收了是87051万亿，也就是啊8万亿，将近10万亿，你加上零星的，实际上接近10万亿。但是到了22年啊，降了，22年就降到了66800亿，降了1万亿啊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连续降了3年，那你知道今年多少？今年直接腰斩了。截止2025年5月份收的土地出让金仅仅只有11281亿，你充其量呢，今年能收到2万亿，这跟原来10万亿比起来，这就打了2折啊！那你说这日子还咋过？咱别说国家了，就是个人，你本来一年挣10万块钱，现在一年挣2万了，你的日子过成啥样？估计就得吃糠咽菜了。这国家不是一回事吗？所以现在啊，他也只能承认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可能再回归了。接下来这么多人怎么养活？嘿，那也就只能收啊房产税。另外呢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啊，为什么它要转变这种趋势呢？是因为在3年前发现土地财政啊在萎缩，实际上当局一直在抛弃原来的房住不炒了，鼓励大家炒房，但是发现刁民呢，喊了3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现在有的人呢，不光不买房，连婚都不结，也不谈恋爱了，而且所谓的叫什么？哎，我们是最后一代。他都最后一代了，他买啥房啊？所以说啊，中共想明白了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啊，那我就征税了。哎，不买房不还有房产税吗？在这儿正好呢，给大家回顾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房三吃是怎么吃的。老百姓以前呢，他也是一房三吃。咱们先说政府怎么吃的啊？那时候多香啊！首先，土地出让金，卖地一大块吧，哎，他围上以后呢，一招拍挂，哎，这就是钱。虽然说你看起来呢是房地产商掏了这钱，最终不还是买房人出的吗？那第二呢，是卖房的时候他要收契税，这个呀收几万块钱，多的可能收了几十万。那第三个呢，是你这房子拿手里，你得转手吧？你只要一转手啊，增值税他要收，个人所得税他要收，你还有一个叫所谓的一房四吃是什么呢？现在遗产税啊也在酝酿之中。如果这房子你传给下一代，哎，你不要以为说改个名就行了，他得交遗产税。有人说呢，遗产税有可能达到1半啊。这是政府的一房三吃。那你知道民众是怎么一房三吃的？过去的30年，有很多人啊不干别的，就靠炒房实现了亿万身家。比方说啊，他一房第一个呢是房产增值，比方说这房子200万买的，5个几年啊，它翻1倍，这是第一块嘛。第二块呢
是它可以租赁，无论是租啊还是这个转手啊，它还有一块第三块就是它把这房子它可以把它贷出活钱来。哎，这房子是死的，它有经营贷，经营贷以后呢，他再去投资房地产啊，或者再去炒别的楼啊，玩那个连环套，或者说是投资这个高利贷。总而言之一个房子能让一个房主连吃3次，但这种好日子也已经到头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瞎折腾吧。在这儿我说一下在2021年我去上海出差，我就发现有个广告牌写着中国人的好日子是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。哎，以我对这个生意的理解这纯粹属于什么你忽悠底层老百姓可以，怎么还把自己给忽悠呢？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光是自己干出来的，是融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。你出卖了廉价的土地，牺牲了这个员工的权益，三班倒，无论是7连跳9连跳，照常3班倒，你才赚到了这笔财富。如果外资不给你单子呢，你这人怎么吃呢？所以说你如果统治者没搞清楚，当然了，也可能和老习的经济学常识有关系有人讲他不太懂啥经济学，但是他懂这个内部斗争。人确实是术有专攻，但是你得听经济学家的呀。但是他给小粉红包括给中层洗脑，向来是说中国可以没有世界，但世界不能没有中国。如果说我们不生产的话这个美国连口罩都没有。所以他正是这种信心的爆棚让他开始膨胀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开始玩什么国安法玩各种东西。结果很明显，外资他不跟你玩了，因为他不可控。比方说疫情期间，说封控就封控，说不让出门就不让出门外资企业老板那又怎样？你也不能出门，车床不能开工，那原有的订单那要大量的违约赔款。你这么玩谁还给你为了脱钩锻炼，为了这个摆脱去中国化人家慢慢往印度越南挪了。说归根到底走到这个局面，你不能光怪外资扯离，你得看自己是怎么把人家逼走的，对吧？另外呢，我想说一下土地财政好的时候大家这么干，但现在为什么拉不动呢？是因为从前年去年一直拉各种政策，再也不提什么3道红线和说房住不炒了，就希望什么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前途一片光明。但是发现很多员工他连收入都没有了，他自己的房贷都还不起了，他怎么可能买新的？并不是说这些人没有买房的需求了，没有房地产改善的需求了，谁都不想住大房子呀，谁都想改善，但无奈没钱了。关键是外资走了，你也没生意，外资走了，指望外资那些内资也没单子。这个东西是一条线的事。所以说中共在2025年终于承认了，不能再吹这个新政了不能再搞这个老的房地产了，确定老百姓是没钱了。没钱没关系你不买房可以，但是你每月有收入吧，你得交房产税。凡是已经高位站岗买了房子的，就接下来迎接这个前景。那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他现在不能直接推出这个房产税，而特地要多绕一圈呢？先搞一个所谓的房东税呢？这房东税我看了一下，最简单一点也就是这里面的核心就是备案2个字。它通篇没说税，为什么大家一看就知道呢？以中共那个尿性，你想一下，你 A 和 B 你俩租房必须要备案，他吃饱撑的呀。他备案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大数据，掌握完大数据就是为了收税。个人所得税的口子原来一直有，只是呢这个没多少钱，所以他一直是堵着的。我们看一下数据，2025年呢，现在中国的租房人口2023年是接近2.6亿2025年是突破3亿大关，有3亿人租房的。他买不起房只能租。你看这么多人租房，不是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吗？但是你别忘了即使按10%，他一年这种房东税也仅有3000亿，这个跟原来的10万亿那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。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过渡。为什么呢？
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税啊，它有个问题。第一，如果你推出来，对于新房销售啊，一定是不利的。大家知道，原来呢炒房子我持有啊没啥成本，现在持有每年要交税，所以说啊会影响新房销售。现在不用考虑的，本来销售是越来越差，今年的土地出让金都腰斩了，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就不考虑了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这个法律上它有点说不通。你比如说啊，国外的房地产税人家是永久产权，你每年收1个点啊2个点呢，那也能说得过去，而且这个税是当地收的，不是你中央政府收的。现在变成了什么情况呢？中国的房子呀是70年产权，70年啊，你70年以后这玩意儿你得再交一遍钱，那实际上这70年摊平了那房价，你不就等于是变相的租金吗？我都付了租金了，你再要让我交房地产税，从何而来呢？这说不通吧？所以说啊，他一直没有推出来有这两个考量。现在为什么吃相都不顾了呢？是因为大家太缺钱了，先给大家搞一个叫房租税。那他推出来的时候啊，还是老办法，先制造这种舆论。我刚看了一下啊，最近国内很多媒体啊，包括新浪啊，包括那个搜狐啊，都在推广东有一些这种包租婆。哎，他说他有80，一年是这个收什么几百万，一个月收40万的租金，他感觉人生啊没啥意思，没啥追求的，这本身不就是炫富吗？另外还有什么房爷啊，他有什么80套房，他感觉人生也没什么追求，没什么意义。本质上前几年你这种凡尔赛啊无所谓啊，但现在啊正好被政府拿来利用一下。你看这些人严重不公啊！当你在为找工作而发愁的时候，他一个月收40万，是不是应该收他的钱？哎，所以说屁民就开始鼓掌了，必须收他钱啊！那行啊，一开始的收这些人，慢慢啊，一定是这钱谁出啊？那租客出啊，那不可能租金这个房主给你出来。那为什么要走这一招呢？是因为做任何坏事之前啊，他都得有一个前戏，不能太鲁莽。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你这个男朋友说咱们看个电影特别精彩，哎，别忘了把身份证带上啊。你一听就明白啊，看完电影他一定要去开大床房，是吧？那晚上还要大战一场，说明什么呢？你必须让人看个电影得有点甜头，对吧？实际上呢，打击这些所谓的房爷呀，这些什么房包租婆呀，不就是给屁民一个出气的一个眼红的一个发泄口吗？但是发泄完了第一批啊，马上租金就提上去了。哎，我看了有人说这个上有政策，肯定是下有对策，但你别忘了，普通老百姓在大数据时代，以前那些对策现在都透明，都失效了。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他要求呢，房东和这个租客必须都备案。如果房东不想去备案，房客也可以单方面备案。只要你备案完了，你没去备，那就罚你。而且啊，他有了个甜头，就是租售同权。你有孩子吗？假设你有孩子想上学，你得提供租房合同啊，这不就漏了吗？大数据啪，现在中共叫网格化管理啊。就是一个小区居委会，这算一个网格，每个网格，比如说有9000套房子，有多少套是自住的，有多少套出租的，它是实时更新的。你要弄个阴阳合同啊，那是不行的。除了就业、就学，你都要看你居住证明到底是租的还是买的。你说你怎么能藏得住呢？你孩子不能不上学吧？所以想藏的事儿啊，现在是很难了。那既然这样啊，他另外抛出的甜头就是，你如果租房子一个月几千块钱，可以抵你的个税。有些人讲，我不抵白不抵啊，干脆抵吧。抵完了以后，这不就是透明了吗？当然了，这笔钱啊，实际上是政府收完了房东的，房客啊他也得成分担。就像9月10号即将要实行的那个社保新政是一样的。社保新政说是是企业来出，但实际上企业啊不会出的，他把你的薪水降低了，最终出的不还是员工吗？这两个啊是同样的配方，是同样的味道。
那好了，我们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，就是说他这样执行下去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哎，这也是很多人讲的法不责众，咱就是不交会怎么办？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个事儿哈，在3年疫情的时候啊，一开始说防疫啊是一个政治任务，其他的法律啊你靠边站，只要是防疫大牌子，你所有的个人权利啊，你个人诉求你都得收起来，不然的话就给你红码，就把你弄到那方舱医院里去。哎，一开始很多人也不服从啊，不服从的结果是什么呀？周围的人就把你给吃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中国有个特殊国情叫三个不可低估。当然，这个三个不可低估啊有各种版本啊，我给大家拢一下。总体而言呢是不要低估上层统治者的贪婪和邪恶。中，你不要低估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懦弱和堕落。第三个，不要低估底层老百姓的愚昧和盲从。你看，你想发声，你被周围的人啊说你想扩散疫情嘛，让你捅嗓子眼，你就是要捅，你只想让我们大家都得病吗？哎，你看，你亲戚朋友，你周围邻居啊就把你给吃了，你还想抗争？既然说3年疫情期间，人家已经做过这种测试性啊，这种服从性测试，一开始1天捅一次嗓子眼是吧？一开始是3天捅一次，后来是1天捅一次，再后来河南、山东啊，有了表现积极啊，1天捅2次，再有后来啊，说这个病毒有专家说了，藏得很深，它不光在嗓子眼，它可能在排泄器官。后来人要开始要捅后门了，听出来捅得挺深。你说老百姓反对了吗？不照样脱裤子让人捅吗？所以说啊，老公把这中国人的耐性啊早看透了。咱别的不说啊，就说1周前吧，还是2周前，四川江油出了那么一个丧尽天良的事情，当地的市民为这个小女孩讨公道，遇到了霸凌。你看，现在是不是被压下去的？仅仅是江油，周围的绵阳呢、成都呢、四川有没有形成星火燎原之势？反对的力量有没有提升？事实上没有。以目前中共的压制力量，这种新兴的小火苗是很容易被扑灭的。另外说的到底啊，就是一个质变和量变。在中国，真正的异议者和反对者，也许只有1%，甚至是1/1000。你如果说能达到5%的临界点啊，这个路啊还长着呢。另外有人说，中共就这么邪恶吗？本身啊，房地产税这本质上又是收第2遍税啊，那房子又不是终身的。在这儿啊，我给你报个小料，中国历史上呀，中共它的底线啊，它可能不在地平线以下，它可能在那地下18层了啊，那都快到地狱那一块了。给你举个例子，在1942年，中共延安啊，他所谓的边区政府啊，他曾经种过特货，特货就是罂粟，罂粟就是鸦片，那不贩毒吗？他就是干这个的呀。因为无论是美国的记者还是这个前苏联记者啊，在回忆录里都有过，还有照片的啊。而且呢，他们提到了现在当时毛的皮示啊，当时这个359旅的那个王震司令员的这个批示都有文件，这个东西不作假，你国内找可能找不到，但是你出来的话能找到。说明什么问题啊？鸦片丧尽天良的事儿，人家干过了，为了生存，他没得不做。当时老毛说了，我们就3条路，要么想办法活下去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呢咱就散伙。后来你讲，咱既不散伙也不饿死，那想办法搞钱。哎，边区粮食本身不够的时候，咱就种特货，种完了以后啊，咱就卖到这个他们叫白区吧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，让人家就把粮食换来了。后来财政就收支有盈余了，而且早餐能吃上涮羊肉了。所以说呀，真正缺钱的时候，他不可能顾吃相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宇观点频道，我们每天都有更新。另外，我想问一下啊，你觉得这个中国房地产税是今年出还是明年出？咱们在留言区共同探讨。好。
再见。最后吆喝一声啊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让咱这小节目啊能够成长起来。另外，你要打开小铃铛，每天更新，你第一时间会收到。再见。